去海外历练。霍华德听到史蒂夫这么说，整个人顿时有些错愕。古往今来，无论王侯贵族，在传位的问题上，都会面临一样的矛盾。在位的父亲将最喜欢的孩子立为储君之后，反而开始对这个儿子产生各种猜疑和防备心理。他们的内心独白非常简单，总结起来一句话：我已决意将位子传给你，但你现在不能着急。一旦儿子表现出任何着急的痕迹，他们便会立刻进入到另一种内心独白：你这么着急接替我的位子，是不是盼着我早点死？霍华德自然也不例外，他也担心自己这个大儿子对继位过于迫切，以至于会对自己心存歹念，所以他自从公开将史蒂夫立为继承人之后，就一直对他加倍提防。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大儿子竟然主动要离开美国去外面历练，这一下就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愿意在自己去世后，或者自己丧失管理能力后，把家主之位传给史蒂夫，但那绝对不是现在。而现在史蒂夫愿意去外面积攒经验，对他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子去海外就等于离开了大本营，而自己在大本营坐镇，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族长，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在某一天忽然篡权。想到这里，他心里也不免喜悦，觉得自己这个大儿子果然孝顺。虽然已经是家族第一继承人，但完全不着急继位。于是他压住心中喜悦，问史蒂夫：去海外历练虽然是好事，但肯定也会辛苦一些。你出门在外，与家人聚少离多，也是一种考验。你真的考虑好了吗？是的，父亲，我考虑好了。史蒂夫回答得非常干脆，认真道：家族重大决策有父亲定夺，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而我也想趁着父亲现如今还年富力强，在外面多历练一些，也多沉淀一些。我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年轻的核心成员不能都留在美国本土享受生活，有些时候也要到外面走走看看。可是之前大家都比较贪恋美国的纸醉金迷，谁都不愿离开。希望我这次做了个表率，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霍华德看着儿子，见他不是在开玩笑，不禁欣慰无比地赞叹道：好，说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确实应该到处去看一看了，否则的话，再这么下去，家族只会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史蒂夫这番话一下子说进了霍华德的心坎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真就如他说的那样，谁都不想离开美国。至于为什么，霍华德心里自然也很清楚。整个家族就像是一座金山，而这座金山就在美国。大家都想守着金山，不但随时有机会捞上一把，甚至万一哪天坐在金山上面的人死了，大家都能立刻就近抢夺金山上的财富。这种情况下，离开金山长期去海外，就等于是自己放弃了从金山里分一杯羹的机会。而霍华德作为族长，很多时候是不希望兄弟子孙都留在自己身边的。古代的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身边的儿子多了，谁都会后背发凉，把那些成年的儿子赶出京城，让他们到各地封王，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再用其他封王的王爷们相互制衡，就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不敢乱来。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毕竟不是皇族，他们并没有封建社会那么森严的规矩和等级制度，再加上二战时期罗斯柴尔德旁系家族在海外没少遭遇屠杀和抢掠，于是自那时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就都开始在美国本土龟缩。一开始是龟缩，再后来是谁都赖着不走了。现在史蒂夫主动要离开美国本土，这对霍华德来说是个好的表率。只要史蒂夫离开了美国，自己就可以让其他不可控的子孙也去海外历练，最终把身边有威胁的人全部都送出去。于是他便对史蒂夫说道：等我们回美国之后，我会召开家族会议，到时候在会议上宣布你的决定，你也跟其他人好好讲一讲，给他们做个表率。史蒂夫不假思索地说道：父亲放心，我会的。
霍华德点了点头，问他，对了，史蒂夫，去海外历练的话，你最想去哪个国家？史蒂夫心里唯一的目标就是华夏，但他又不想表露得太直接，于是便思考片刻，道：父亲，我的想法是目前值得我深入了解。深度耕耘的市场就是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除此之外，非洲太穷，大洋洲太小，南美也没什么太大的发展前景。这倒是，霍华德赞同地说道，除了美国之外，世界排名第2到第8的国家都在亚洲和欧洲，非洲甚至连一个能排进前30的国家都没有。你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自然也要选择一个仅次于美国本土的市场。史蒂夫忙道，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华夏最适合了，毕竟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霍华德点了点头，开口道，华夏的发展速度和潜力确实无人能及，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安排到华夏亲力亲为，也足以彰显我们对华夏市场的重视，说不定能够帮助在华业务大幅增长。史蒂夫立刻接过话来，说道，父亲，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去华夏吧。之前咱们在亚洲的家族办公室放在了新加坡，我觉得可以同步在华夏大陆成立一个新的家族办公室，由我来直接负责。霍华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爽快地说道，没问题，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全权负责。等这个家族办公室成立之后，家族额外给你提供500亿美元的专享资金，用来开展家族的在华业务，这笔钱也由你全权定夺。霍华德现在对自己这个儿子喜欢得不得了，只要他想的不是自己这个族长的位子，自己可以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海外所有的家族办公室都交给他来全权负责和管理。更何况他要的只是在华夏大陆成立一个新的家族办公室，而500亿美元的资金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也不算什么。霍华德心里已经打算好了，这500亿美元，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出250亿，然后从家族负责打理的基金里也拿出250亿。换句话说，给史蒂夫试错的钱要让其他人出一半，到时候赚了就从总利润里分出25%给他们，自家还能拿到另外25%的额外利润。如果赔了，那就当他们帮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担风险了。反正他们这些年跟罗斯柴尔德投资的项目数不胜数，项目有赚有赔，但总体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些投资人也都非常精明，250亿美元的份额会分散到每一个出资人身上。相较于数万亿规模的资金池来说，把250亿美金的损失均摊下去，每个投资人的损失也不过就1%而已，大家不会在意。史蒂夫心里也很是高兴，500亿美金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金额，想来也是父亲觉得自己这次表现很好。500亿美金就当是古代皇帝把儿子赶出去当领主时给的启动资金了，到时候他安心在美国当他的一家之主，自己到华夏天高皇帝远，好好跟叶晨套套近乎，为以后当家主做好铺垫。这样一来，父子俩算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于是他立刻高声道，父亲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全力以赴让我们的在华业务再创新高度。